又买了4棵花后打折花，今天准备给它们换盆。这4棵是2大2小，但我准备给它们用的盆的尺寸是差不多大的。原因是目前我只有这一种尺寸的瓶子，所以你已经猜到了，我准备用这些瓶子给它们做盆。质料打算用2种，一种是桃粒儿和珍珠岩，另外一种是树皮混料。那我们就先从拆盆拆水台开始。这颗很松，一拆就下来了，有些很紧，拆不出来，可以用剪刀把这个软盆剪破就拆开了。可能你也已经猜到，我这4颗都是周6的时候在 Flemington 的花市买的。看到有那么多状态很好的花后打折花，价格又不错，一时没忍住又买了4颗。也是受到去年买的那些花的鼓舞，当时买的那些打折花的状态还没有这些好，现在都开着花，还挺好的。这是一个硬塑料盆，所以这个盆我不打算剪破。虽然买一个新的也不贵，只有几毛钱，但是还是不要浪费吧，还可以留着用嘛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了拆水台的环节了。我知道有花友特别喜欢看拆水台，所以我尽量多保留一点拆水台的这个过程。所以趁着拆水台，我多啰嗦几句。等我没话可以啰嗦了，咱们就转到换盆的镜头。到家第2天我就换盆拆水台，是因为这些都没有花。如果有花，最好不要这么做，很有可能影响看花。通常来说，兰园并不会拆水台，从小苗到成株，它们只会一层一层的包裹水台。所以拆开之后可能会发现内部几乎没有根，或者是有些烂根，这个也算正常吧。我们只需要把烂的根修掉就好。确定是不是烂根，最好用手捏一下，捏起来扁扁的软软的，这些都可以修掉。看这条根颜色看着还行，但中间有一段只剩一层皮儿了。如果看过288期，您可能还记着，这样的根是可以工作的，是剪掉还是留着，完全看您自己决定吧。反正留着它肯定是可以工作的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其他的根并不是很多，那么这种根就留着吧。还挺快的，说着话的功夫，咱们已经拆完了1盆了。这是第2盆，感觉有点干，不是很好拆，所以先让它去泡一下水，泡湿了的水台要好拆许多。这个的湿度还行，先拆这个。您可能知道，很多兰花的根和叶都具备多种功能，比如说叶子本来主要是光合作用的场所，但是它们的叶子也能吸收水分。根本来主要是吸收物质的场所，结果根也能进行光合作用。不过我发现每种兰花也还是有侧重的，比方说蝴蝶兰，它的根对吸收水分更重要一些，而卡特兰的叶子在吸收水分当中的作用挺重要的。就这么说吧，如果空气湿度偏干，蝴蝶兰只要根部给水充足，它能吸收到足够的水，不给它喷水也行。而卡特兰如果空气干燥，最好能够给它常常喷水。如果喷水足够，空气湿度足够大，根部稍微少一点水，也没事儿。如果空气干燥，湿度不够，蝴蝶兰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根，也就是所谓的气根，可能会干掉。解决的办法有2个，一个是把气根埋到盆里，让它感受到湿气，另外一个就是增加空气湿度，比方说常常喷水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不管它，如果空气过干，那气根就干掉就干掉。看这个泡过水之后，果然就好拆了许多。不过也没有那么多话可以接着啰嗦了，咱们加快进度，飞一样就拆完了。
第4盆也飞快地把它拆完，不过这棵的根儿可不好，绝大部分的根都是坏的，需要被修剪掉。这就是那一盆用硬塑料盆的。可不可以这样猜测一下，它之前在兰园肯定也是那种软的塑料盆，但是在那个盆里时候呢，没有被卖出去。之后呢，重新包装一下，换一个硬的塑料盆，可是带着花的时候依然没有卖出去。花谢之后就来到了我这里，这么一折腾呢，它的年龄估计就大了。所以您看下面这一节就比较长了。再看叶子这儿，已经有掉落的叶片了。这棵的年纪要比刚才那3棵大很多，刚才那3棵还是很年轻的，根下面几乎没有茎儿。再看这个叶片，非常小的叶片，它幼苗期的叶片还在。蝴蝶兰是单轴生长型的兰花，就是它沿着一个轴一直往上长，那根下面的茎越长，年纪越大。蝴蝶兰也是有寿命的，通常几年到10几年吧。这4棵统一放到这个盒子里泡高锰酸钾水，根和叶子都泡一下高锰酸钾水。这么做当然是为了除菌驱虫，这个操作只针对植株表面，植株内部生了病是需要用杀菌剂。比如说这片叶子，这个刚好在靠近叶柄的位置，所以整片叶子需要被剪掉。尽管这片叶子的其他部位看起来还挺好的，但是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太关键了，还是剪了更安全。即便不剪，这片叶子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可能就会掉，拖到那个时候还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地方。剪好之后对伤口喷植物杀菌剂，其他3棵也预防性的喷了一下。让蝴蝶兰在那儿晾会儿，我们去处理瓶子。把瓶子剪成上下2节，瓶子头剪成这样，塞到瓶子底儿里。剪这些口就是为了好往里塞。放几个小石头是为了压重。瓶底儿没孔，只在侧面某一个位置有孔，所以瓶底会存水。因为有瓶子头的阻挡，所以不用担心根会泡在水里。调整好根的位置，蝴蝶兰稳稳地坐在瓶口上了。所以您看这个瓶子头，除了排水、透气、提供湿气，还有支撑作用。使用这么一套装置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既不用担心水多烂根，也不用担心水少了会干到它，因为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动调节的功能。这是在放珍珠岩，有没有发现还特别省质料？也不用担心盆大苗小质料多，因为也放不进去太多质料。这4颗的盆几乎是一样的，不过质料不一样。我分别用了树皮混料和桃粒，这颗是树皮混料。那这下一颗用桃粒吧，都是些老根，皮糙肉厚的，桃粒直接就这么倒进去就好了，还加了一些珍珠岩帮着吸水。如果是新根，尤其是有水晶头的，要特别注意，不要让桃粒把水晶头打伤。这4颗有2颗用桃粒，有2颗用树皮混料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随机放的。这2种质料对蝴蝶兰来说都挺好。这4颗的老花梗我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剪成这个样子了，可以看到并没有贴着花茎来剪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而且像这种它的休眠芽还是活着的，如果想催芽的话也可以。但这可不行，花梗已经干了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2个大的花梗是绿的，2个小的花梗都干了，所以2个大的理论上讲是可以用来催芽的。我这儿现在正是春季，时机也比较好，所以我决定给其中1颗，就是这颗催一下芽儿。选择它是因为它的根还可以，
另外一棵花梗虽然绿着，可是根不太好，就让它休养生息，长根长叶吧。现在抹催芽剂，这个温度比较容易开花，那我就可以提前知道花色。另外那3棵呢，就要等到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吧，给它们插上个牌，这样就不会混了。等到明年春天开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确切的知道它们是这4棵。上次买的那些花后打折花就只能是猜了，因为除了我买的打折花，还有朋友给的没有开花的，就混在一起，我也搞不清哪个是哪个了。不过以我的性格，如果不是为了拍视频，搞不清楚谁是谁，哪个是哪个，其实也无妨，只要花漂亮就足够了。而且搞不清楚，我觉得还挺有乐趣的。看着花芽，看着花苞，就在猜这会是哪一个颜色呢？等开了以后也是一个惊喜啊。不过我今年已经做了标记，编了号，那明年开花的时候少了份惊喜，多了份清楚吧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